走江湖的人，他要就装孬，他装孬还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厉害就在这边，他又可以装孬，又可以一招就把你杀。我们现在谁可以做到这个？所以对于拿刀，人家看到拿刀了，人家刀拿出来了，有的刀拿出来，他只是这样子，他吓你，是不是？这种的这种的你就离远啊。有些警告是没有用的，他只要手一动，你马上就要他倒。要练这个啊，那不能你冲上去。所以我说防御是什么？防御是人家进来，因为人家进来，人家把中间距离缩短了。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啊，中间这个距离个时间，人家可以做很多事情，听不懂？可是他进来的话，他进来，你拿刀，你进来，他进来，他只要做一件事情，他这个距离他进来，他是只要做一件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他进来的时候，当他要进来的时候，就马上这个。你的人，所以我们要练移动嘛，就他进来，我的目标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他进来的时候，他一进来，我的目标马上走，马上打哪边？马上打这边，或者砍这边，一定要这样子。那有些人呢，他很壮，你打一下他有些人对痛觉他的身体强壮，或者嗑药了，或者什么他对痛的反应没有那么快啊。所以我们在打这些地方的时候，来他进来，我这边下来的时候，这边下来的时候，马上这个要下来，所以这个接下去就是这个，听不懂？所以一定要给他什么？给他重击，不要去抢刀，不要去跟他抢刀，非常危险，非常危险。而且你抢刀，你要技巧性非常高，技巧性很高。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第一个动作是离开这个位置，离开的同时你就要打了。所以你不是他刀来，你不是离他远，这样不行的。因为我讲嘛，进永远比退快。所以你退他进，他的进步的步一定比退大，而且速度快，所以不能退所以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以防万一的，这种时候后面会不会吃官司，会不会怎么样，那是后面的事了。保命第一，所以先要狠那个身上有什么尖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就拿，有钥匙就拿钥匙有笔就拿笔这些东西。但是最难的是什么？狠不狠得下这个心？你们最怕的是狠不下这个心。我们在对付那些人的时候常常我们一看到别人那个杀气我们就软了因为我们一般生活里面碰不到那个样子的人。那种真正黑道的、真正拼命的人，我们碰不到那样的人。那样的人，他要打你，要杀你，他出来的那个杀气比方郑捷他那样子的，他那个人在那个时候，他会有一种那个杀气出来。一般的人
看到那个就怕了。晓得吗？所以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是最难的。因为一般的人对那种人，他没有反抗的信心，他没有反抗的勇气，听不懂啊？所以有时候这种东西要想透，这种东西要想透，平常就要想透。我万一碰到这样情况，不，一般来讲，我们一生当中很难得会碰到了。我就说嘛，是万一嘛，你要想透嘛。万一我碰到那个情况下，啊，我是给他钱他要钱，我给他钱就好，我的人保住，还是他要钱也要命，还是我有太太，我有孩子在旁边，这种你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你都要先想好，你不能说这到那个时候了，你想我不敢上去啊，我家里才买的100万音响我还没听呢，我买的那个名车我还没开嘞，对不对？我家里的那个新房子我还没住那个，这些都不能想啊，这些一想你就不敢了。所以我们碰到那些人最难的是这个，我们不敢，我们怕我们损失的东西太多。人家是不怕的，人家是没有任何损失的，我们是有损失的，他吃定的就是这个。所以是不是能够现在整理房子讲断舍离啊？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断舍离？拼命是讲这个的，晓得吗？所以讲穿皮鞋的打不过穿草鞋的嘛？为什么？穿皮鞋的他顾虑太多啊，是不是？先穷的军队，他一定打赢你。那个老美那个军队出去都还要有牛排啊、啤酒啊，还要有这种军队一定怕死嘛。因为他后面能够享受的东西太多了，那种什么都没有的，他拼了命也上。所以我们跟歹徒之间差异最大的不是技巧，不是能力，是这个。所以我美国朋友跟我说，美国的警察很多要上街的警察，警校毕业出来，先到哪去？先到重刑犯的监狱里面去看管重刑犯、杀人犯、重刑犯那个杀人犯。为什么？你要习惯他们那种杀气。那我们的警察上街，你跟他声音大一点，他就软。你真的碰到那种穷凶极恶的人，你不敢处理的。听不懂？所以最难克服的是这个，差异最大的是这个，而不是技巧。所以江湖上面我跟你们讲过嘛，那是一个跑江湖的跟我讲的，他们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他们出来卖艺嘛，地皮要保护费，他们就给啊，给了保护费，他们还是找麻烦，遇到这种的，他们就一包就走就跑，那些人就追，那些人就赶。他们就跑到郊外去，树林没有人的地方，就停下来，一招就把他杀死，没有人知道是谁杀的，因为他们明年巡回，他明年还要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他们杀人不能让别人知道是他们杀的，更不能把他只打伤。
所以他们的走江湖的人，他要就装孬，他装孬还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厉害就在这边，他又可以装孬，又可以一招就把你杀。我们现在谁可以做到这个？啊，晓得吗？所以最难是这个。所以他们那个杀人的方法，他有跟我讲，我不能跟你们讲，那个太狠了，那个太狠了，非常快，一秒钟啊。所以真正他们走江湖的人在用的东西是那种东西啊，不是上擂台打这样，不是的，他们是求生的，因为你不让我活嘛，我是靠这个生活养家，你不让我活啊，你不让我活，我就让你死，这样，他们的逻辑就这样子，他们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不能，可是你万一碰到了呢？碰到了你怎么办？听不懂啊？当然也不是说你就要去打，我是说你可以跑，你可以和平处理，你可以走，你可以装孬，你可以下跪，你可以下跪都没关系，处理掉好了。万一这些都不行呢？他不要你活，就这样子啊。听不懂啊？所以武术真正讲打斗最难的是这个啊。好，有问题吗？我问一个问题，是你刚刚说顺跟逆，可以用这个想法，我不知道是对不对。顺的话是骨头关节跟筋膜同样的路，一样的动作。不是，顺是动作跟力量是同方向，动作跟力量同方向。逆的话是动作跟力量反方向。反方向，我想了解怎么样力量反方向的。比方讲，我刚才示范捋的话，我这个下来嘛，我这下来，我的身体、我的力量跟动作都是同方向，这个是顺。可是我如果到这边的时候，我的身体变成这个样子，你看我的手、我的动作还在这样走，我的身体、我的力量往这走了。也就是说，我刚才不是示范吗？我如果这个手在这个地方，我如果这个样子，我的动作往前，我的力量也往前，这个是顺。我如果是动作往前，力量往后，这个是逆。所以逆的时候，我打出来是这样子的，听不懂？顺的时候呢，我顺的时候打出来是这个样子的。逆的话，我会了解，好像一个 whip 一样，我打不去当然不好，但是我也有一边回来的话会比较顺。对，鞭子最后有力量是什么？发生力量就是它下去的时候，你在它达到的那一瞬间把它抽回来嘛。那你抽回来的时候，你的力量抽回来，它的鞭子还在往前走啊。力量最大的是那个时候嘛。这就是逆。所以改变是真的差不多达到的时候拉回来，不是出来的时候都拉回来了。不是把动作拉回来，是把力量拉回来，动作还在走。Yes， 所以改变距离还没拉回来，是差不多碰得到的时候拉回来。对，或者已经碰到了。所以这种是可以什么？可以接触我才打你，接触我才打。所以我如果你的手这样放着，你手这样，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样是顺，这是顺，这是推你走。我如果是这个样子，就是逆。这个力量就是要打你了。听不懂？所以我说练拳，你们练拳路、练动作，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你练顺了，
架势会了以后，重要的是最后那个1/10的距离的地方要练出逆来。所以一个拳打出去，在最后要收的时候，最后要换招的时候，产生一个逆势，一个逆境去转变到下一招。听不懂？这个是逆。啊，明白。好，还有问题吗？哦，用刀、用枪、用棍、用剑也是这样子的。啊，没有了，好，那下礼拜见。好，拜拜。